Hello， 大家好，我係草根貓啊。早前同大家分享咗廣州酒店開箱，咁而家會開始同大家分享景點。景點我會分2集介紹嘅。第一日嘅行程，我哋下晝抵達廣州，到埗之後呢，就喺酒店休息下，夜晚就從酒店打車去廣州塔，車程25分鐘，車費31蚊。廣州塔有幾個唔同嘅收費，簡單嚟講就分咗室內室外觀光，加錢玩摩天輪同埋加錢玩跳樓機。我揀咗460米室外觀光摩天輪套票，價錢就係298蚊一位。每個時段都有人流限制，如果即時時段 full 咗嘅話呢，就要等下一個時段。建議大家呢可以預早幾個鐘喺 WeChat 嘅微信小程序嗰度買咗飛先嘅。第一個要去嘅地方就係搭 lift 上433米高嘅室內觀景台，呢一層呢就係隔住玻璃睇夜景嘅。跟住可以行樓梯或者搭 lift 上幾層去460米嘅室外觀光層同埋坐摩天輪。如果你係買跳樓機套票嘅話呢，都係喺室外呢層玩跳樓機嘅。由於年紀大啦，玩唔起啊，所以呢我淨係坐摩天輪算啦。呢度嘅摩天輪圍繞個塔行一圈，咁大概就係15分鐘嘅時間，一邊欣賞廣州夜景，一邊同大家分享下廣州塔呢個景點嘅資料。廣州塔又名廣州小蠻腰，係國家4A 級旅遊景區，塔高600米，共112層，係全中國最高嘅塔，亦都係世界排名第3高嘅塔。2010年對外開放，遊客可以喺塔上面飽覽廣州醉人嘅夜景。塔上邊亦都有世界最高嘅回轉餐廳同埋刺激嘅遊戲項目。簡單嚟講，呢個塔就係集觀光、餐飲、購物同埋玩樂於一身嘅。入夜後嘅廣州塔，從遠處睇，塔身色彩繽紛，喺漆黑夜幕入面更顯得璀璨啊！夜晚我哋喺塔下面一個好細嘅商場嗰度食個快飯，跟住呢就返酒店。餐廳名叫大同正點燒味，感覺就好似港式茶餐廳。呢度嘅茶位費就係每位3蚊。我哋叫咗個燒味拼盤88蚊，就咁望落去呢個份量都好少啊！以呢個價錢嚟講呢，我覺得有啲貴嘅。個醬就好獨特啦，有少少似甜豉油嘅感覺，咁但係呢又甜唔晒。隻雞呢就好有雞味，連帶雞胸呢都好滑。叉燒就同平時食嘅好唔同啊，感覺呢就好軟身，同埋呢嗰啲肉都好滑。燒排骨就不過不失，飯炒得幾有飯香都唔錯。菜就係正常嘢。食完嘢，我哋打車返酒店休息。第二日一早起身，我哋就喺酒店食個自助早餐再出發。關於酒店嘅開箱同埋酒店自助早餐，大家可以重溫我之前廣州酒店開箱嗰一集。食飽飽，我哋從酒店行去第一個景點聖心大教堂，路程大約行20分鐘。雖然好似有啲耐啊，但係一早沿住珠江河一邊行一邊欣賞下風景都唔錯。沿路仲會見到100年歷史建築物中央銀行嘅舊址。好快嚟到大教堂啦！教堂建於1888年，係由法國設計師設計。成棟教堂都係用花崗岩石砌成，所以教堂又名為石室聖心大教堂。而家全球只有4座教堂係全石嘅結構，廣州聖心大教堂就係其中之一。
另外嗰3座全石教堂分別係英國嘅倫敦西敏寺、法國嘅巴黎聖母院同埋德國科隆大教堂。當年廣州起呢個教堂用嘅花崗岩都係嚟自我哋香港嘅牛頭角同埋茶果嶺嘅礦場，所以可以講呢間教堂嘅物料都係香港進口。喺度你會覺得自己好似身處歐洲嘅教堂一樣，因為呢個教堂係採用咗哥德式建築，係一種中世紀歐洲教堂流行嘅建築風格。主要特徵包括尖形嘅拱門、蠟狀拱頂、彩繪玻璃窗，同埋強調建築物嘅垂直線條。教堂逢星期一係唔會對外開放，其他日子呢亦都分咗幾個唔同嘅時段，有啲時間呢就會中場休息。咁大家記住睇清楚時間先至好嚟啊！如果唔係就摸門釘，只能夠從外面欣賞教堂啦。去完教堂，我哋喺附近嘅一德路地鐵站上車，準備去下一個景點。我哋搭6號線去到黃沙站，車程大約25分鐘。從黃沙站落車之後，一直沿住海味街行，行到咁上下呢，就上橋過對面，就會嚟到人氣嘅景點沙面島。沙面島呢個名字嘅由來係因為呢個地方係由珠江沖積而成嘅沙洲，同時又被外界譽為小歐洲同埋露天博物館。一草一木，每棟建築物都見證住廣州嘅歷史變遷。明朝曾經喺度設立華節亭，負責管理外商貨品進出。喺清朝咸豐年代就被劃分為英法租界，自此吸引大量歐洲人聚居。歷來有10幾個國家喺沙面成立領事館，有9間外資銀行同埋40幾間洋行喺呢度營運，包括我哋熟悉嘅匯豐銀行、太古洋行。第2次世界大戰之後，呢個地方終於全面歸返中國接管。經歷咗歷史嘅洗禮，沙面仍然保留咗150幾棟歐陸風嘅建築物，當中有53棟係文物建築。喺沙面隨處咧都會見到古樹啊，佔咗廣州古樹數目嘅一半。100年樹齡以上嘅古樹呢度有154棵，最老嗰棵樹呢個樹齡係達到300年以上。而家沙面就係一個集歷史文化、旅遊、餐飲、購物消費同埋政商單位辦公嘅地方。喺度打下卡，四圍行下都可以逗留2-3個鐘嘅。欣賞完沙面島，我哋打的去下一個景點永慶坊。從沙面打的過去，車程大約16分鐘。永慶坊係位於西關地區，係嶺南文化嘅發源地。喺清代至到民國時期，已經係一個經濟活動頻繁嘅地區。由於早年已經開發啦，所以歷史呢係遺留落嚟好多古老嘅建築物。2016年重建同埋活化，打造成一個文創區，有大量打卡位、特別小店、文藝劇場、展覽館。而家永慶坊有最美老街嘅美譽，有豐富歷史底蘊嘅永慶坊，感覺就同南頭古城有幾分相似，但係各有特色，各自表達唔同嘅歷史故事，非常值得大家嚟啊！嚟到呢度，大家一定要參觀傳奇武打巨星李小龍嘅祖居。祖居係李小龍爸爸李海泉嘅屋企，間屋係上世紀40年代李海泉興建同埋居住。2005年曾經進行過重修，屋內屋外都展現典型嘅西關大屋建築風格。建築物主體係磚木結構，部分就係混凝土，入面有好多資訊講述李小龍嘅生平事蹟同埋佢嘅成就，而且充分運用現代科技，將李小龍好立體咁呈現喺大家嘅眼前。李小龍將中國武術弘揚到國際舞台，留低嘅武打電影對後世影響深遠。永慶坊有唔少美食，依家我哋就開始掃街揾嘢食。路過見到一個叫永慶食集嘅地方，引入幾間出名嘅老字號美食品牌，
例如阿婆牛雜同埋陳添記。阿婆牛雜係1989年由創辦人陳桂珍喺路邊擺檔開始，因為足料同埋婆婆嘅用心，所以一直深受街坊嘅歡迎。由於婆婆年紀大啦，後來慢慢將牛雜品牌化，而家好多嘅分店呢都係加盟店嚟嘅。呢一大煲牛雜真係好豐富啊！不過呢，唔知道一日賣唔賣得晒啦。仲有其他小食，例如魚蛋、鳳爪，呢一個就係佢哋嘅餐牌。旁邊就係魚皮街老字號陳添記，原店就喺寶華路。我哋叫咗好多嘢食，分別有阿婆嘅招牌牛雜，仲有叫多份魚蛋，陳添記嘅招牌魚皮，同埋叫咗份腸粉。牛雜嘅餡料呢就好多元化啦，包羅萬有，加入咗好多料，好似食盤菜一樣啊，咩都有。魚蛋就正常嘢，不過呢我都係中意香港嘅魚蛋多啲。魚皮上面呢超多花生啊，咁嗰個魚皮嘅口感好特別啦，好爽滑，好似食緊麵條一樣。腸粉落咗好多醬，好滑，好好食。不過呢醬實在太多啦，我覺得呢可以叫少醬嘅。跟住我哋繼續揾食，試下好多網民推介嘅功夫蛋撻。咁呢間鋪呢都好搶眼啊，好容易揾。鋪頭賣幾款創新口味嘅蛋撻，價錢呢就由8蚊去到12蚊不等。店員身後就係蛋撻嘅保溫箱，見到連包裝紙呢都好有心機啊！我哋叫咗 Tiramisu 同埋辣椒味。賣相就普普通通啦，不過口感呢都幾有驚喜嘅。Tiramisu 蛋撻呢就凍凍地啦，好似食緊 Tiramisu 多過呢係食蛋撻。至於辣味蛋撻呢，嗰個外圍就好脆，好似食緊薯片一樣啦。脆脆地嘅蛋撻呢都幾特別。功夫蛋撻附近仲有一間好出名嘅雪糕店，叫恩寧雪糕，門面呢都係非常懷舊嘅，感覺好有歷史。價錢就係單球23蚊，雙球32蚊，甜筒呢就係25蚊一個。每日嘅雪糕口味都係隨機唔一樣嘅。我見鋪頭寫住最受歡迎嘅口味係花椒啊，但係我今日嚟到就冇呢個口味啦。今日嚟到有黑芝麻、地球村、椰子味、香草、楊枝甘露同埋士多啤梨味。咁嗰啲口味呢，的確係好創新嘅。我哋試下地球村同埋椰子味嘅雙球雪糕，就算你話用杯仔裝住啦，佢都會俾翻2支雪糕筒你嘅，成件事呢就好完整。地球村即係綠茶棉花糖味，口感呢就甜啲。椰子味嘅椰味呢就唔算好強啦，反而呢係食到一啲甘草嘅味道。創新嘅口感呢就見仁見智啦。如果唔啱你嘅口味，你可能呢會覺得中伏。無論如何嚟到呢，我覺得係一試無妨嘅。食完嘢，我哋繼續出發。永慶坊沿路就係荔枝灣，四圍都係湖景，要認真行晒成個永慶坊，相信一日都行唔晒。嚟到碼頭，我哋對隻船呢都幾有興趣，想坐下呢隻觀光船睇下。單程票價65蚊，船程呢就係大概10幾分鐘啦。而家帶大家上船，欣賞下永慶坊嘅美景。唔經唔覺已經日落啦，我哋打的返去酒店附近嗰度揾食。由於酒店好近北京路，所以呢，我哋就喺北京路嗰度食晚飯。我哋試下一間歷史悠久嘅西餐廳，名叫太平館。餐廳嘅環境就係一間懷舊扒房嘅格局。太平館創立於清朝光緒年代，
始創人名叫徐老高，曾經喺洋行做廚師，煮得一手好嘅西餐。民國年代太平館係唔少政要嘅飯堂，而且太平館亦都擔任過唔少重要嘅歷史任務，例如周恩來喺度結婚宴客，所以呢度亦都有另一個名叫做總理餐廳。2000年，太平館被廣州市政府命名為百年老字號西餐飲食單位，要重點保護。呢個就係佢哋嘅餐牌啦，有總理同埋總理夫人套餐，選擇都幾多啊！咁就咁睇相都覺得個份量好大份。最後我哋決定叫總理套餐，再加一份牛扒。總理套餐主打呢就係有乳鴿，另外有湯、有包、有飯、有飲品。乳鴿作為總理套餐嘅靈魂，當然唔能夠馬虎啦。望到乳鴿嘅色澤已經覺得好吸引啦，好有油光，好多肉。一搣開嘅時候呢，就係咁滴油，入面呢就好多肉汁，而且呢都好大隻啦。嗰啲肉呢就係好嫩滑，唔怪得喺大眾點評呢係咁多人推介嘅。個湯就正常味道，入面呢都幾多肉粒。套餐嘅炒飯就普普通通啦，始終呢都冇大排檔嗰種鑊氣。小戰虎係餐廳推介俾我哋嘅牛扒，嚟到西餐廳當然呢會對牛扒好有期望嘅。我哋叫咗7成熟。咁塊扒咧都好大塊，份量好有誠意，但係切出嚟嘅時候咧，發覺原來1/3咧都係唔要得啊，係啲筋嚟嘅，係好難切開。同埋我哋係叫7成熟，感覺呢塊扒咧就係全熟，食落去咧亦都覺得好韌啊，又多筋又韌，令到我哋咧係有啲失望嘅。咁嗰個牛扒嘅質素咧真係麻麻地。最後我哋叫埋杯飲品就完結今日嘅行程，咁嗰個飲品係 OK 嘅。今日嘅影片差唔多啦，咁下一集呢，我就會分享埋最後嘅廣州行程。我哋下條片再見。